反正钓到什么我就拿来给阿伟师傅，然后看看可以做成什么样的日本料理，大家可以学学看，自己在家里做日本料理。这次就是从日本料理来做切入，你会觉得这种料理就是应该要配一下啤酒。对，没错。好想喝啤酒。想喝就喝。昨天有先去钓了一些沙梭，虽然说钓的没有很好，体型也还勉强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考验厨师的功力，真的考验这么小只的沙梭。真的小到像布拉提一样。不要这样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夏天虽然是沙梭的季节，生长在20米左右吧。其实他们从浅滩一路到20-30米这一段都有，但是就是越大只的它会越靠下面。我想要问一下，虽然不是活鱼食吃，这试吃有哪试吃？有生鱼片，有握寿司，然后有烤的跟炸的天妇罗。阿伟师傅做的这4种方式，我们其实在家也可以做嘛。可以的，其实家里如果要炸天妇罗，只要有面粉跟蛋就可以炸了。它不需要什么特殊的。不用，我们用最传统的面粉天妇罗的话，马上炸，要马上吃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现杀现做现吃，没错。好了，我不多说了，因为这样再多说下去的话，我也太饿。虽然没有很多，可是我觉得应该阿伟师傅可以填饱我的肚子吧。没有填饱肚子，还有白饭可以配。不是，我想说还有旁边的那个鳗鱼饭可以吃。哇，鳗鱼饭下一集。首先，我们小饼哥带来的沙梭，这么小的沙梭，非常考验我的眼力啊！我也想要钓大只一点，真的太小。其实这种 size 非常好吃。首先我们会打鳞，我们用刀子轻轻的把鳞片刮除掉。沙梭含有丰富的钙跟磷，对身体很好。去头。生鱼片的话，我们都会从腹部下开，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，刀子入腹就直接拖出来。这就是腹部下开跟开背的不一样的方式。杀鱼的时候用淡水比较好，还是用海水比较好？一定是海水，因为像在日本有一种叫新子，它就是全程要泡盐水下去杀，因为泡盐水是怕它腐败。基本上都是用淡水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会备有海水。像我们自己在店里处理鱼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这种直接可以生饮的 RO 水。海水是让它熟成，让它肉质软化。刚钓上来会太紧张，太紧张的时候会僵硬，用海水让它软化肉质。所以在去背的那一条骨的时候，你都会压它的那个背，一定要压下压，会比较好去出来。对，去背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手去感觉你刀下到哪里，所以在去的时候，它那个骨头会传递切到的感觉。对，切过去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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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声音。切大只鱼会更有感觉，开背跟开肚一样，因为这是比较小只的鱼，不是像大只的鱼。这种小只的鱼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压着在取鱼骨的，尽量摸看看有没有鱼刺。现在取鱼皮，然后我们会使用刀背用刮的，因为这太小只了，所以我们会使用刀背用拉皮法。所以拉皮法都是用刀背，不一定，像宅入里水针，然后或者是竹夹，属于那种七彩鳞片很薄的话，基本上会采用刀背去拉皮，因为刀锋下去拉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把太薄的鱼皮削掉。因为由于它的刺太细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把肉切起来，因为太狭小了，没有办法拔，所以它只能连肉带刺把它切除掉。现在取生鱼片给你们吃。瓦萨比。好了，里面夹的是紫苏叶，直接紫苏包起来，连生鱼片一起吃下去。好啦，开动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它的层次是会分开的。沙梭太小，沙梭的甜味蛮重的。对，你不要看它白肉鱼，其实味道蛮甜的。它就是我们那个日本料理江户前握寿司跟天妇罗最爱用的鱼种。一开始紫苏跟芥末的味道蛮重的，可是慢慢你在咀嚼的时候，会把它的甜味带出来。对，会慢慢散发出来。对，没错，它是后劲出来的。沙梭是属于清香的。好吃呢。
真的是考验我的腰耐力、耐力、腰力、眼力。眼力其实还好，腰力快断了，腰不行啊，腰快不行了。所以你是去哪里学？老师傅80几岁，回日本了，所以跟日本师傅学有什么美感吗？挨得起被揍就好。所以日本师傅是会揍人。老一辈的师傅会，目前我听到的日本的老师傅其实都蛮肯教的。肯教，但是就是你要挨得起揍啊。他们其实有时候脾气上来，你就是就动手动脚。老一辈的师傅都一板一眼，自己眼色要好，要自己去察言观色，因为没有什么比例可言，不会像中式料理啊会有什么比例可言。比如你在酱料，通常抓一个大概，用嘴巴会去尝，喜欢去吃那个味道。对，老一辈的不会给你知识化的东西，是因为可能天气、温度，然后水质等等的问题吗？对，因为像米饭来煮的话，不同天气，然后下雨天、阴天、大太阳，它所需要的水分、煮的水、放的水不一样，不会说你一杯米就是一杯水，不会，它会因天气而定。那时候米饭是用什么锅？如果是握寿司的，我们就是会用日本的陶锅，用瓦斯下去煮。台东鹿野的鹿野米，现在握寿司的话，就是先盐定，这么小只大概3分钟左右，然后再处置，泡个5分钟。我先会把鱼铺上去，把它多余的水分把它拖出来。像这么小的鱼种，基本上盐定的时间都很短，因为它很快就会出水了。像这样盐定要加多少盐？是不同鱼种的盐分会不一样。像这种白肉鱼种的话，盐就轻轻的薄盐。如果像青鱼，要把它覆盖成雪白，整片全部都是盐。我们现在是用玫瑰盐。翻面，鱼皮也要，两面都要。对，两面都要。做青鱼的时候，这个胎全部都是盐，底部盐，然后鱼放上去，全部都覆盖整个白霜的盐。等待3分钟。接下来把它洗掉，我们要洗掉之后擦干，然后把它做成处置握寿司。处置握寿司。对，我们第一个一定要把盐洗掉。用棉布把它擦干。然后用日本的纯米醋。那腌过，泡着约莫5到8分钟。是做这种鱼的关系吗？所以它需要泡醋的部分。因为它小只，所以你要做握寿司的时候，那是没有办法拔刺的，所以你要用醋去软化它，风味感会比较好。完全不同的风味。你看泡下去马上在变色了，它刚才有点透明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接近白色，灰白这样。灰白的，跟吃生鱼片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不习惯吃这种醋制的生鱼片，有些人很爱吃，会带它的甜味出来，会更有层次。采用温醋饭，吃不同风味的时候，吃个腌萝卜，吃腌萝卜可以去除口中的味道。不是用喝热茶吗？没有，真正去除味道的是用萝卜跟姜片。其实姜片不是直接配着握寿司吃的，很多我们台湾都是会直接一口握寿司，一口姜片叠上去吃。其实姜片跟萝卜的用意是让你去除口中沾一种鱼种的味道，然后再品尝下一罐鱼种的味道。姜片放在寿司上面，没有看过这样子。台湾人很多呢，没有注意。台湾人很多握寿司来了，姜片就夹上去，然后直接塞进去。要是我倒是真的不知道说姜片是为了去除味道。对，好了，这小只的鱼现在差不多就 OK 了。泡完真的越来越白。对，因为它会熟化。现在就是把它修齐，等一下包握寿司的时候会比较整齐漂亮，然后会把它多余的一些鳍啊，把它切掉，修整鱼肉。加一点醋制昆布，风味又不一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
小饼哥，鱼太大了。对，如果说我钓大一点的鱼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一片直接盖起来这样。对，半尾就一罐，我们这是4尾一罐，很可爱。而且咱们阿伟师傅的握寿司，它是比较日本传统式的。对，像目前的都大概1口1罐。风味跟你刚才爱吃生鱼片的味道都不一样。就为什么这么有嚼劲啊？因为盐锭就是会脱水，脱水肉就会比较有嚼劲，然后再处置口感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已经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它也可以做生鱼片握寿司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做生鱼片握寿司，不同风味。生鱼片握寿司的话，变成你的那个皮就是用炙烧的。下一道我来去炸天妇罗。一叶干或者是炸天妇罗的鱼种从背开，不然正常的话我们会从下腹开。炸朱家鱼那个也都是会做背开的部分。为什么要背开？如果从腹开的话，通常肚子那边会比较容易卷起来。肚子因为薄的关系，对，薄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炸天妇罗或者是做一叶干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是用背开的方式。开完背的时候，把内脏刮除掉，小只内脏就只有一点点。这些炸天妇罗应该非常好吃，小只，然后肉质很细，会非常棒。但是要吃好几只才有感觉在吃东西。有时候我们杀说叫个1斤2斤，那光处理起来的时间都大概2个多小时，而且那个还是比这个尺寸大1倍以上的那种大尾的，它还要取刺，中间的刺都要取掉，所以我尽可能挑大尾一点的来处理，其他小尾的我就把它串一串下去烤，就像香鱼一样，香鱼也没有取内脏，整尾下去烤。其实吃这种小鱼，我最欢乐的是吗？不是，这种鱼这么小只，它吃的东西都是虫，我们会不会也吃到虫？它在肚子都已经消化完毕了。讲说法这样讲，他们就是说怎么用手指推一下肚子，然后再就拉出来。对，可是总觉得应该不会干净吧？不用想那么多，炸熟了不死也难啊。对，讲都嘛这样讲，感觉起来就不太好。所以我现在就尽可能的去头去肚，让你吃的安心又美味。取它的龙骨的部分，取完龙骨，它旁边的鳍稍微把它切掉，然后中间有镀膜的地方要把它修掉。首先，我们1颗蛋黄加入200cc 的水里面，然后去搅拌冰水。纯天妇罗的话，就是用低筋面粉。鱼也是要撒一些盐巴。首先，我们会先试油温，沾一些干粉。为什么要沾干粉？因为本身鱼会比较容易出水，如果直接沾湿粉的话，容易皮跟粉浆分离。这样子化的原因是什么？让它表面受热均匀，再下去炸，把多余的粉衣把它甩开。好，我们就到前面一同去试吃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所以这个是沙缩的天妇罗，而且你做沙缩的天妇罗的方式跟外面的天妇罗不太一样。对，传统的天妇罗的话，它就是不会有很多的面衣，你的天妇罗的面衣比较薄，非常薄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吃鱼肉本身，不是在吃面粉。外面的天妇罗为了让它比较持久酥脆，所以它的面衣里面会加广式的炸粉，让它持久，放久了也都不会软掉。所以师傅比较不持久。对，我们的天妇罗比较不持久。好，我先试试看看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而且是沾玫瑰盐，鱼肉是沾玫瑰盐，会比你沾萝卜泥酱油好吃。一开始吃的时候很像咖喱咖喱，后面的鱼肉的甜味就会上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在炸之前，我们有撒盐巴，把一些甜分带起来。我们这种传统的天妇罗是不太让人家吃到很厚的面衣，那个都已经搞得好像在吃面衣。对，
而且我们的油会加麻油，因为在日本他们是用白芝麻油下去炸，日本是属于寒带，我们台湾是副热带，所以咱台湾人无法都吃这熟，不能用全麻油或胡麻油或白麻油下去炸，所以我们就用一般的油加一点麻油，所以你吃起来会有一点麻油味。这个拿来当零食会不小心吃太多。可是你这个再放久一点，大概3分钟就软掉，因为主要是真的就只有纯面粉。突然觉得阿伟师傅好辛苦，拿它杀这么久，我几口就吃完了。真的，我杀了1个多小时。今天是来拍鲨鱼，不是来拍料理。鲨鱼的时间太久，料理一瞬间就把它结束了。这次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有吃到，原来沙寿是这个味道，蛮好吃的。所以咱们下一道是烤的，我看看这么大只，我要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烤的。因为要拍摄这样子的题材，才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坐在吧台前面，然后看师傅这样子料理，从鱼开始杀、处理、料理步骤，一路到最后的是，突然给我感觉我好像在吃法式料理，因为鱼要处理的比较久。没办法，鱼太大只了。对，鱼太大只了，不是普通的鱼可以这么大只，所以才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。杀到就像我们台语讲的，台呀他妈等脆秋杯都还没杀完。所以像这样用烤的，它就直接开腹去鳃去内脏就好。对，我要先重申一下哦，沙酥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了哦，我已经有尽量的挑过了。可是说实在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昨天我们去钓的沙酥真的太小了。不然说实在，我也想要钓大只一点。感觉好像丁香。丁香吗？对啊，跟丁香差不多大小了。还好不是布拉提。哦，要用这种串法。对。你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日本料理都很清淡？清淡还好吧，看什么料理嘛。可是如果说硬要讲的话，相较下来，全世界的料理来讲的话，日本料理算是很清淡的一种。清淡的。好，我们上烤台。我还用这种扇子。一定要用这种蒲扇。原因是什么？其他扇子纸扇不行吗？蒲扇风力比较大，蒲扇的风力会比纸扇大。对，而且比较轻。因为去日本你也都会看得到，他们都是拿蒲扇，因为蒲扇的重量会比纸扇还来轻。日本的柚子汁，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可爱啊，怎么办？So cute。来试试看，烤沙说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了，比较不会像其他的工序那么复杂，工序复杂。有淡淡的柚子的香气，烤的也有一番风味，而且沙说的甜味还蛮特别的。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种鹅啊的那种香味，烤鹅啊的那种香味吗？烤鹅啊的那种香味，完美，只差在我钓鱼太小。这也不能怪你，因为那天的鱼群就是这么大尾而已。这不是应该要配一下酒吗？夏天到了，要配个啤酒。这种料理就是应该要配一下啤酒。对，没错。好想喝啤酒。想喝就喝。完食感谢咱们的阿伟师傅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帮我处理了这些小鱼，所以我还可以随便带什么。随便带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好。接下来我想要说去找一些可以考咱们阿伟师傅，反正钓到什么我就拿来给阿伟师傅，然后看看可以做成什么样的日本料理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大家可以学学看，自己在家里做日本料理，不要每次回去就是打洗米，不然就是随便裹个奇怪的粉，然后就炸一炸，然后煎一煎。我们还是有很多料理方式。那我们这次就是从日本料理来做切入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
好了，我是怪兽山丘的小比。怪兽山丘开始迈向下一个里程碑了，我们要开启会员模式。会员模式的开启的话，可以做一个小额捐款，让怪兽山丘可以多一些的营运资金，继续让频道产生更优质的节目内容。增加一些预算的话，我们也会继续投入到这里的装备上面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启会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然后有余裕的话，每个月有一些小额的赞助，那其实对怪兽山丘来讲，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小米跟金宇会由衷的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这些亲爹干爹们。如果你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欢迎加入会员，然后小额赞助一下。那如果说没有余裕可以做这些小额捐款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每一支新片或者是说直播的时候，都欢迎来聊天留言。在怪兽山丘未来的路上，好，希望一样一路有大家，一路有干爹们，一路有亲爹们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